不是薩薩。因着时节未到，屋子里還没有烧炕，冷空气从被褥掀開的縫隙中鑽了進去，悄然而迅速地捲走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熱量。就這麼一個動作，縮在他身側的女童便抖了抖，眼睛尚未睜開，四肢像藤蔓似的纏了上来。这孩子和原生的感情很好，他病了这許多日子，小孩一聲不吭就窩在他身邊。江回幾次三番的想把他抱走都不成，像一隻執着的小獸。是我哪裡露出破绽了嗎？他已經努力的向記憶中的原主靠攏了，可誰知還是被看出了端倪，的眼淚掉下来。如果說開口之前心裡還存着3分僥倖，那麼這句回答依然徹底粉碎了他最後的一點念想。他的女兒真的死了。没有什麼破绽，只是我就覺得你不是他。抱歉。江回又看了他一眼，眼淚落得更兇了。他實在是很傷心，眼淚順着臉頰嘩嘩地流啊，不一會兒就將衣襟打濕了。可是他又實在很克制，生怕吵醒小女兒。你不關心女兒的去向嗎？既然你來了，那我的薩薩想必已經去了。正如石彦行在記憶中看到的那樣，這原本是個普通的4口之家。男主人平時做一些木工，閒時種田，雖然說沒發什麼大財，但是一家人也算是衣食無憂。可是不曾想，2年前男主人大病了一場，這積蓄花光了，人也沒了。自此之後，娘仨就過得分外的艱難。原身為了補貼家用，上山砍柴摘野菜，結果一個不小心掉進了河裡，發了高燒，一連燒了幾天之後，就再也沒了呼吸。江回沒了丈夫，不想再失去長女，就想起曾經老人們說過的叫魂，他決定冒險試上一試。之前我就聽人講過，此事風險極大，很有可能叫來。可事已至此，我不試一試，怎能甘心？於是他試了，躺在炕上的女孩也確實醒了，但是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，那醒過來的不再是江回的女兒了。那你的魂魄被我叫來，你的身體怎麼辦呢？我也已經死了。當時的感覺真的很難形容，仿佛過了很久，又仿佛只是須臾一瞬。冥冥之中，他隱隱約約聽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，就本能地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然後一睜眼，就已經在這副身體裡了。你困了吧？對上他目光的瞬間，江回再一次意識到，這確實不是我的女兒。你身子還虛，先睡吧。即便是如此，江回還是本能地想去關心。坦白之後的夜晚異常的平靜，施雁行抵擋不住困倦，抱着紛亂的心思閉目躺下。他睡得並不安穩，睡夢中他依稀聽到低低的啜泣聲。過了一會兒，像是有溫暖的手在輕輕拍他的脊背，施雁行終於沉沉地睡去。在古代的農村呢，喚醒你的可不是第一缕晨曦，也不是什麼夢想，而是雞叫。沒聽過的人，你可能永遠都無法想象就那種穿透力，進而疑惑小小的身軀它是怎麼爆發出如此磅礴高亢的能量的。隨着第一聲雞鳴炸開，整座村子迅速甦醒過來，尖利的雞叫聲夾雜着狗子們的起哄般的狂吠聲，那是此起彼伏，從四面八方傳過來。施雁行將醒未醒之際，隱約聽到身邊窸窸窣窣穿衣服的聲音。尚未完全結束的夢境汲取了新素材，迅速變換，最終演化為一隻從天而降的巨大公鸡，落在施雁行胸口。他呼吸一滞，猛地睜眼。你醒了？施雁行含糊地应了一声，下垂的視線落到胸口，那兒趴着一個妹妹。難怪。於震太黏你了。沒事。姐姐，叫一聲。姐姐。施雁行哈哈大笑，姐姐，這不天津腔嗎？江回和於震被他笑得滿頭霧水。後施雁行沒有再像昨天那樣頭暈目眩，於是決定下去走走。
秋日早晚雖已頗有涼意，但是日照時間還算長，太陽一出，屋子裡反倒是比外頭冷。石燕行慢慢走出來，抬頭迎接穿越后的第一缕陽光，這腿邊還跟着一個抓着他衣角的於震。見姐姐眯着眼睛看太陽，於震遲疑了一下，也學着做。這小姑娘反应好像比寻常的孩童慢些，呆萌呆萌的。仅只剩下一只公鸡，3只母鸡。清早石燕行被吵醒，這只公鸡功不可沒呀。院子裡種着2株高大的柿子樹和1棵石榴樹，取名事事如意、多子多福的好意头。這些都是北地常見的家養樹木。此時柿子樹上掛滿密密麻麻的果實，想必再過一段日子就能吃到甜甜的柿子了。這靠牆還有2籠蘿蔔白菜。真的，若不是還有這些自家種的蔬菜，只怕娘仨也撐不下來。石燕行一圈打量下来，就发现江回正在抓鸡。大公雞拍拍翅膀，施施然落在旁邊的柴火堆上，不緊不慢梳理着斑駁的羽毛。這公雞不能下蛋，每日餵養還要耗費許多，不如殺了來吃。這大病一場也該補養補養。旁邊3只母雞頓時流露出些許優越感。我們可不光吃得少，那隔3差5還下個蛋呢。姐姐，雞！最後還是病秧子軍團集體出動，才把那只耀武揚威的大公雞給他拿下。3個人對視了一眼，有一種大仇得報的快樂。把大公雞綁好，那脖子上咔給他來一刀，那雞血滋滋滋向外冒。少撒一點點鹽，就能吃血豆腐了。對身體很好的。你以前是做什麼的？開酒樓的。哦，真了不起。還好，燒水吧。江回去燒火，於震插不上手，就去抽柴火。哎呦，他還不到3歲呢，又瘦，拖着一根和自己差不多高的柴火，那吭哧吭哧走半天，那腦門上都憋出汗來了。姐姐。真棒！石燕行讚他，於震的眼睛蓦地亮起，2條小短腿那嘟嘟嘟嘟嘟倒騰得更有勁兒了。熱水退下來的雞毛也沒有浪費，洗淨了晾乾，特別漂亮的留出來給孩子做毽子玩，其餘的可以綁個雞毛掸子。雞肉連皮帶肉剁大塊，大約還剩個4斤左右，和下水一起焯水去血沫子，然後先乾鍋煸炒。這大公雞都死有餘辜，這太能吃了。你看這3只母雞都瘦成啥樣了，那瘦巴巴的，就它吃的膘肥體壯。那雞皮下面有好多黃色的脂肪，正好煸出來以後炒菜用。在火力的作用下，原本濕潤的白色雞皮漸漸乾燥，開始染上美麗的焦糖色。莹潤的油脂浸潤了乾巴巴的鍋壁，並在底部匯聚起清亮的一汪，不斷有細小的油花迸濺開來，空氣中迅速彌漫着一股濃郁的婚香。盡涼的秋日仿佛也帶了溫馨。已經許久沒有沾過油葷的娘兒仨整齊地咽了一下口水，開又讓江回拿了幾顆皺巴巴的土豆來切了燉着。這娘兒仨身子骨頭夠嗆，忽然吃大葷大油恐怕虛不受補。只要半個時辰，這雞肉就燉爛了。燕行特意多加了水，熬得好一鍋鮮雞濃湯。前幾日剩的野菜窩窩也給他熱一熱，一人掰開一塊，抱着碗埋頭大口吃。冷天熱灶，連湯帶水，熱乎乎炫了這麼一碗，連帶着身心都舒坦了。真香啊！一时飯畢，一鍋土豆燉雞還剩下一大半，又白得一小碗雞油，特滿足。趁着午間日頭好，江回和石燕行將房中的被褥搬出來晾曬。這附近可有什麼鎮子或是集市？這個家呀，那可真是家徒四壁啊！就他身後那半拉窗紙還呼啦呼啦迎風招展呢，就是捨不得熬漿糊糊。那畢竟漿糊糊拿啥熬的？麵粉啊，貴着呢，所以他必須盡快的找點買賣來做。哦，出了村子往西走，約莫大半個時辰就是鎮上。後日便是5天一次的大集。你想做吃食買賣？石燕行點頭，目光從那漏風的窗戶上一掃而過。總得弄點進項。
當天夜裡，江回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快到15了，月色一日比一日好，银色的月光穿透窗紙漏进来，影影绰绰照出炕上几個人的輪廓。江回小心地翻了個身，側身看着不遠處的施雁行。我可以完全信任他吗？日久見人心，且行且看吧。打定主意之後，施雁行沉沉地睡了過去。奈何他睡得并不好啊，白天听了那麼多遍于震的姐姐姐姐姐姐，那聲音語調簡直魔性。施雁行整晚都夢見一群天津籍相聲演員扎堆說着貫口，最後是撩着長袍追着他狂喊：姐姐姐姐姐姐，解猴賣嘛！姐姐，来都來了，找嘛急呀？施雁行是被活活嚇醒的，太可怕了。窩在他懷裡當壁虎的於震也醒了。於震瞪着一雙大眼睛，施雁行尷尬的一笑，来，跟我念，姐姐。原来姐姐要跟我玩呀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穷算什麼？這才是我穿越後的第一失敗呀！沒想到你這樣喜歡於震。另一邊，江回也醒了，見他如此耐心地帶着次女玩，江回心中頓時一軟，到底是個好人吶。施雁行用力地閉了一下眼睛，然後轉過頭看江回，特別誠懇地問：你有沒有覺得於震叫姐姐的語調有點怪怪的？有嗎？哎呀，小孩子嘛，牙齒都沒長齊呢，大約過陣子也就好了。哦，多謝你帶他說話，這孩子從小話就少。還從小？這毛丫頭這會兒也不大。接下來的2天，施雁行大致了解了這個家的家底兒。關中活錢兒只剩下18個大子兒。過去一整個夏天，院子裡菜圃中長了不少茄子、豆角，另有春日採摘的野菜，娘兒仨沒有吃完的，全被江回摘下來洗淨，做成菜乾子了。現在都在那小廚房裡收着呢。而且這會兒還有日夜生長的冬瓜、蘿蔔、絲瓜、南瓜和葫蘆等幾樣瓜菜。雖然每種只有2、3株，但是也夠他們娘兒仨吃了。暫時呢，倒也不用買。再過幾個月，那蘿蔔白菜也就慢慢長起來了。哎呀，施雁行總算是微微鬆了口氣呀。他也突然理解了為什麼現代人都想有個空地種菜。蔬菜自由真的香，照這麼看，即便不吃主食，一時半刻倒也餓不死。先別想了，吃飯吧。也好，這同意了。鍋蓋揭開的瞬間，江回和於震母女倆頓時發出整齊的讚嘆聲，望向施雁行的眼中也帶着明晃晃的崇拜。這算是無中生蛋嗎？小小的於震不曾想，大刀划走了。到了9月15這天，施雁行3個人起了個大早，準備去趕集。喲，少奶奶出門了！正走着呢，就聽右邊路上傳來一道渾厚的女音：“別理他，狗嘴裡吐不出象牙。大侄女果然好了，你們也去趕集呀？結伴走吧。哎呦，還是瘦，跟對小姐似的。哎呀，女孩家抽條，瘦些也是有的。別急，回頭多吃多睡，身板也就揚起來了。以後你可別逞能，你看你病了這一場，差點嚇死了你娘你妹子，那可真是幾天幾夜不合眼照看着。曉得了。病了一回，真是不同了，笑起來怪好看的。隨他娘唄。這孩子大了，到底是懂事了。小娘子趕集呀，走着多累呀，大爺。娘呀，是這饒命，再不等。就被追着打出了2里地，那嗷叫着作鸟兽散。哎呦，他們只是覺得那個小娘子必定會來趕集，那天知道怎麼和這悍婦在一起呀？呸！你個笨貨，丧人伦的王八！不想着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也不看看你奶奶我是誰！敢再來我們郭張村撒潑，肠子都給你捅出来！就是，好個猛將！桂香罵骂咧咧回來，見施雁行小姐倆都呆呆地望着自己，一時有些窘迫。
哎呀，別學你娘細聲細氣的，給他們點顏色瞧瞧，就知道怕了。好，這樣就行了。嘿，桂香打小就有勁兒，拼起命來，3、5個小子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所以以前你们还经常拼命。好人婶婶好大只哦！哎呀，上月还40文1斤，今儿竟就到了45文，听說年下還要漲呢。45文，如今他們全部的家當還買不來半斤鹽。施艷行不禁開始懷念後市幾塊錢一包的食鹽。借着這個機會，他把市面上各種物件都問了一遍。除了鹽鐵茶之外，糖和非本地生產的烹飪大料也是很貴的，每斤都在100文以上。相較之下，反倒是油和肉更加親民。如今豬肉肥的16文1斤，瘦的只要10文。雞鴨比較好養活，周期短，略賤一些。油以豬油、芝麻油和菜籽油為主。聽說這些年興起用黃豆榨油，濃香撲鼻，但是價格太貴了，只有達官顯貴才吃得起。這邊鎮子上直接沒得賣。江回看得一片茫然，這能做什麼買賣呢？可扭頭一看，旁邊的施艷行居然帶着一些笑模樣，顯然是有所收穫。你瞧，江回和於震努力睜大眼睛看，卻只看到進進出出的人群，有顧客也有夥計。不就是人嗎？有什麼好看的？但凡成規模的店鋪都顧着夥計，還有專門從外面運過來的販夫走卒，為數不少，快上午了。你猜他們怎麼解決午飯？午飯，若做長工，有些東家會管飯，餘下的就自己帶乾糧。是啊，可好吃嗎？自然不好吃。不好吃。如果這時候沒有熱乎乎的飯菜，價錢還比館子便宜，他們會怎麼選？盒飯，外出務工人員的首選。江回原本不大明白施艷行說的盒飯，可是如今聽他細細拆開來講，頓時恍然大悟。這是要做一個流動的小飯館，花更少的錢就能有飯有菜，這都趕得上下館子了，誰不愛呀？我看可行。買些大碗和筷子便罷。家裡還有一輛江州車，木桶也有，將飯菜和桶子放到上面推着就好。哎呀，可惜牛賣了，不然套上板車更省時省力。可以，萬事俱備，只差錢。哪來的啟動資金呢？靠賣雞蛋嗎？家裡一共才3隻母雞，還不是天天下。市面上雞蛋1枚1文錢，想要湊夠的話，至少得1個月以後。屆時天會徹底冷下來，做街頭生意更難。我還有一個銀鐲子，可以當了來用。兩人相視一笑，盡在不言中。做主食本錢高，賺得少，且咱們未必忙得過來。那江州車怕也塞不下，不如只賣菜，就去那裡擠一擠。小本生意要有側重點，不能什麼都想要，那樣往往最後什麼都得不到，也容易招人嫉恨。當回順着看過去，發現街角是一個炊餅攤子，位置呢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攤主是個年近50的婦人，想來也沒有其他糊口的手藝，也改不了行，抄着2隻手就靠在牆角，滿面愁容，雙眼放空，只是偶爾有路人經過時，有氣無力地喊上幾句：“炊餅，熱乎乎的炊餅。”好，就听你的，只賣菜。娘兒仨過去一說，對方木訥的眼睛轉了轉，反覆確認。果然只賣菜。確實只賣菜，到時候少不得還要有人從您老這裡買熱乎乎的炊餅吃呢。我看您老手藝甚好，便是酒樓裡買的炊餅也沒有這樣柔軟暄乎的，早該叫大夥嘗嘗了。你這小娘子說得很是，老婆子活了大半輩子，光炊餅都蒸了30年呢。那酒店裡的年輕小伙計如何比得呀？不過是世人不識貨罷了。你們儘管來，不是老婆子誇口，這地界實在是好。以往有那起子人想來呀，我都給攆走了。哎呀，那可真是多謝您老，一瞧您老便是那等心軟和善的。見施艷行面不改色的拍馬屁，
3言2語就撥動了對方的心神，那江回看得目瞪口呆呀。這也太厲害了。好，幾個人商議定了，要去問碗。大陸朝陶瓷業很发达，他们又不拘样式新旧，只要粗瓷大碗。店家一想尽快脱手前些年卖不出去的瑕疵旧货，就只1文钱1個，指定20個，也不要定金了。手頭緊，能省就省吧。施宴行瘋狂的試探。掌柜的，我们势必要做买賣的，之後少不得再從您這兒拿貨，能不能便宜些？你們且把買賣做成了再說。套話不好使，我在街面上幾十年了，隔3差5就聽誰說要幹大買賣，可最後不都灰溜溜捲鋪蓋？哼！施宴行也不尷尬，還笑眯眯的。這做生意嘛，都這樣，賣方想多賣，買方想少花，都是這麼一步一步磨出來的。臉皮子薄的人可做不成買賣，只要能節約成本就不丟人。哎，罷了，难为你一個娃娃開口，這個錢嘛，實在不能再少，我多送你2隻碗如何？足2文錢吶！施宴行滿口應下，又說了一車子好話。行了，走吧，再說我也不能多讓了。女娃娃好剛口，這衝着嘴皮子就活該發大財。搞定了攤位和器具2大難題，施宴行和江回狠狠鬆了口氣。這一刀下去，肉只受點皮外傷，這肉片不過幾張紙厚薄，拎起來恨不得能看見對面的光影。這特別是個肩傷吧？咱們成本有限，交給客人實惠，又不能捨本。肉就這麼點，切得太厚，一桶裡就那麼幾塊，看着可憐，也不像話；切得太薄，一瞅更少了，零零散散的，也不成樣子。這切肉啊，是門學問，一頭牛唇3代的且多着呢。似這樣厚薄，下鍋後先乾炒，就能煸出許多豬油來，一來增香，二來也可以省些素油。肉片滑入鍋中，在熱力的催發下，肥肉的部分開始變得透明，原本乾燥的鍋底迅速浸潤了油脂，顯示出一種充斥着活力的色澤。肉片整體染上動人的燦金色，身量縮小，而空氣中漂浮的葷香中也悄然多了一絲奇異的焦香。乖，別打擾姐姐啊！確實香得過分。以前我也炒過肉片，也是這個鍋，也是這個火呀，怎麼就沒有這個味兒啊？想吃。等會兒給你吃。吃。肉片煸炒的差不多了，施宴行這才將切好的白菜放進去。這院子裡的白菜沒有長成，現在拔了可惜，倒是外面幾層大葉子可以薅下來吃一吃，留着裡頭的幾層接着長。嘗嘗。施宴行把菜放到桌上，於震吞了一下口水，小手蠢蠢欲動。好吃哦，甜絲絲的，香噴噴的。這真的是白菜的味兒，那我往年熬的白菜算什麼呀？但是為什麼要叫盒飯呢？這看上去跟盒子沒有任何關係嗎？那是我老家的話。罷了，在這裡就取個新名吧。既然是預備裝在大碗裡，那就叫大碗菜如何？很好啊，簡單直白，很好懂，大俗即大雅。大碗菜。來，為即將開啟的大碗菜事業乾一杯。趙叔，就沒個地方熱一熱，這又冷又硬的，掰開的茶口都禍嘴，怎能咽得下去啊？頭子，你小子就是給慣壞了，出來做活的哪那麼些講究，還熱湯熱飯的伺候着。吃吧，多吃幾回就習慣了。旁邊一個相熟的漢子也這麼吃，吃了幾口就捂着胃，低聲呻吟起來。狗子嚇一跳。趙叔，您哪兒疼啊？哎呀，胃疼唄。哎呀，做他們這一行啊，比一般打零工掙得多。
但吃的呢，就是年輕的時候的力氣飯，拖粒兒、裝袋、卸貨、送貨，拿人當畜生使喚，偏偏又不能好好吃飯，這風口裡冷水硬乾粮，幾年下來，誰還沒個老胃病啊？老娘還說讓我吃些軟和的，前儿啊，我一咬牙，還真就下馆子去了。結果啊，你們猜怎麼着？好家伙，一頓飯吃了我28個大錢啊，一天白幹了，都夠買幾斤肉了。我娘心疼的呀，直嘬牙花子。众人一陣哄笑，才剛要說話，就聽街角一陣清脆的女聲傳來：“大碗菜了，大碗菜，热腾腾、軟乎乎的大碗菜，連湯帶水的大碗菜，3樣裡任挑2樣。冒尖的大海碗只要4文錢，只要4文錢，4文錢，4文錢，買不了吃虧，也買不了上當，走過路過不要錯過。”啥菜啊？大碗菜啊？啊，才4文錢，熱騰騰、軟乎乎，連湯帶水，累了半天了，趁熱吃上這麼一碗，得多舒坦呢！冷風吹在夥計們的臉上，一群人腦子裡不斷徘徊着這幾個極富誘惑力的字眼，再低頭看一眼手裡硬邦邦的炊餅，越發覺得難以下咽。走過路過別錯過，哎，我為什麼跟着念起來了？也太順口了吧！這又是哪裡的新花樣啊？老胃病犯了的老張是頭一個被引誘的，他捏着那塊戳人的干炊餅站了起來，一邊探頭探腦，一邊喃喃道：“聽着怪好的，要不先去看看？”“我就是過去看看，又不是一定要買。”他循着聲音走了一段，發現原本賣炊餅的大梁邊好像多了一輛江州車，車子上面綁着3個大木桶，木桶蓋敞開一條縫，油汪汪、肉乎乎的香氣正源源不斷地從那桶裡飄出來。車子邊上站着一個12、13歲的小姑娘，正滿臉笑意，脆生生地吆喝：“待了一上午了，快來吃點熱飯吧，只要4文錢。”這樣親切的話，簡直就跟到家了似的。他旁邊還有一個30上下的年輕女人，身量窈窕，還怪好看嘞。老張忍不住看了一眼，然後就不敢再看了。我吃完了，就是看看，可不能說没吃飯呢，不然就中計了。施雁行看着他手裡捏着的那半塊餅子，沒有戳破，反倒更加的熱情。是呢，今兒是我們第1天開張，大家都不熟，正該過來看看的。不如您上前來細瞧瞧，若中意呢，過幾天再來照顧我們的生意也是一樣的。若不中意呢，扭頭就走。他生得俊俏，口齒又清脆，就這麼呱唧呱唧說起來，讓人無法拒絕。等到老張回過神兒，愕然地發現他已經站在大桶邊了。不對，我什麼時候過來的？這2條腿有自己的主意。不過來都來了，要不就看看。已經被飯館坑過一次的老張故意板着臉，眼睛卻忍不住往那桶裡看。這個呢是肉片溜白菜，那個是豬油蘿蔔燉粉條，還有一個是絲瓜炒蛋。您隨便挑2樣，就往這大海碗裡使勁裝，只要掉不出來就成。豬肉、豬油，這可是葷菜呀，竟然只要4個錢！我的乖乖，老張聽得暗自心驚啊！哎呦，要了命了！看来這些菜之後，誰還吞得下乾麵餅子？要不，可我自己帶了乾糧啊！於震，好不好吃啊？於震，誰呀？老張四下一看，發現剛才只注意桶裡的菜了，居然沒看到板車邊還站着一個半截高的奶娃娃。小姑娘抱着剛才她看過的那種大碗，笨拙地揮舞着勺子，哎呦，那吃的頭也不抬。好吃！小孩是不會騙人的，哪怕他不回答呢，光看這小豬崽拱食的樣兒，就知道有多好吃。老張最後的防線徹底崩塌了。來一份，就要那個豬肉炒白菜和絲瓜炒蛋。好嘞。夠了，萬一掉地上多浪費啊！要不陷我嘴裡算了。哎呦，還有些燙手呢，看看這才4文錢呢。豬肉邊緣微微帶點焦黃，肥肉的部分透亮啊！這誰切的肉啊？刀工怪好的呀！也不用找地兒了，老張就這麼站着，狠狠扒了一口。先吃的是豬肉片炒白菜，一入口他就驚呆了。不對呀，咋這麼香啊？白菜帮又脆又甜，白菜葉又软又嫩，
混着豬肉的香和濃，這他娘的過年了呀！還有那絲瓜炒蛋也好吃啊！你他娘的自己在這裡吃上了啊！老張這才想起自己忘了什麼，嘿嘿一笑，用干粮一抹嘴，哎呦，結果划出一道血口子。旁邊噗嗤一聲，就见方才吆喝過的年輕姑娘指着隔壁的炊餅攤子：“挣錢要緊，可身子骨更要緊。叔叔伯伯們忙了大半日了，有了這個好菜，何不配上個熱騰騰、喧乎乎的軟炊餅？”是啊，這好菜配硬餅子，可不糟蹋了。賣炊餅的劉大娘沒有想到施燕行會主動幫自己攬生意，不由得又驚又喜。都是今年的新糧，喷香，只要1文錢一個，和這小娘子家的熱菜最是相宜。這不就成了？施燕行聞言和江回对视一笑，最後追着老張來的幾個夥計幾乎都來了大碗菜，更有相當一部分捨棄了硬乾糧，花1文2文買了熱炊餅。哎呀，對於餐飲行業來說呀，這最好的招牌和宣傳是什麼呢？就是大塊朵頤的食客們。方才大碗菜許久不開張，可這會兒6、7個壯漢站在那兒吃得稀里呼嚕，哪怕不餓的人，我跟你說都能給他勾出3分食欲了。不到1個時辰，那3隻桶空了。哎呀，這滋味真不錯呀，還實惠。哎，你們明兒還來不來啊？來，怎麼不來？再過幾天菜還會變花樣呢。福迪，姐姐，花！這麼喜歡花，那咱們摘2朵回家好不好？会痛啊！說着，於震做了一個齜牙咧嘴的表情，好像自己也跟着痛起來。江回走過來，跟着一起蹲下，伸出手輕輕碰了碰柔嫩的花瓣。對呀，這花摘下來幾天就死掉了，若是真的喜歡，怎會如此？施燕行本能地覺得這話裡有話，下意識看了他一眼，發現江回眼神飄忽，顯然不知道想到了什麼，但絕不會只是在說花。跟他的過往有關嗎？死掉，就是像爹爹那樣。江辉怜愛地將小女兒抱起來，親親她的臉蛋兒，眼底迅速沁滿悲傷。原來她不僅失去了一個女兒，也沒丈夫了。抱歉啊，這大好的日子，我卻忽然說這些。生老病死，喜怒哀樂，人之常情，你不必這樣說。人死不能復生，死者已矣。可生者還是要努力地活下去。我的女兒還沒有長大，如今生活又迎來轉機，一定要堅強。哎，說起來你可真了不起，這頭一天就賺了那麼多錢，而且今兒才賣了那麼點兒，碗筷也可以多次使用啊。如果以後再多賣一些，那一天豈不是要賺60文、80文？就打一天按60算啊，一個月30天就是足足1兩8哎，那一年就是20多兩，這麼多。覺得賺錢簡單嗎？簡單呀，若是日日能得如此，何愁沒有好日子過呀？那些同行也這麼覺得。啊？做這一行門檻低，只要有心留意，誰都能摻一腳。咱們這頭幾日做，知道的人不多，可你等着瞧吧，莫說再過10天半月的，便是5、7日之後，恐怕街上就會再冒出幾個大碗菜的攤子了。那些攤子可能比咱們的更大，菜品種類更多，甚至就連價格也可能更便宜。可是咱們這些大多都是自家有的，本錢已經一降再降，他們賣的再便宜些，豈非要捨本？暂時捨本怕什麼？況且咱們小門小戶的，家底兒又薄，其外頭看着只有幾個女人，便是軟柿子好拿捏，難不成還能和他們硬碰硬？只要堅持一段時日，把咱們熬走了，他們再把價格提回去就是了。那我們畢竟是头一家，大家伙今兒吃着也都說好，怎麼說也會念舊的吧？念舊歸念舊，可誰會跟錢過不去呢？是啊，我們都知道1文錢掰成2半花，外人為何不呢？左右都是填飽肚子而已，就算味道差些又何妨？便宜啊！不過你不必太擔心，我說這話也是防患於未然，提前提個醒，省得到時候被打個措手不及，左右還得幾日功夫呢。啊，我自然明白你一番苦心，难为想得這樣周全。只是咱好容易找到個賺錢的法子，
總得想个應對之策才好啊。那是自然，我若怕，一開始就不做這行了。這白菜幫子挖得差不多了，雞蛋也用光了。若要準備明日的，咱們是不是得從別的地方買些啊？白菜成熟的時節還沒到呢，外層葉片雖大，也禁不住這麼做呀。暫時不用，明天咱們換個新花樣。還有那麼多土豆、南瓜、豆角、柑子等等，大家也吃個新鮮。說的也是，這樣啊，他們就更愛來了。喜新厭舊乃人之本性，頭一天吃新鮮花樣，你覺得稀罕，第二天再吃也覺得不錯。可要是連着吃3天，哪怕滋味再好，食客們也會覺得好像缺了點什麼。倆人把菜放到木桶裡裝好。來來來，那地兒我給你們掃了，乾淨得很。大碗菜，大碗菜，熱騰騰、軟乎乎的大碗菜了，連湯帶水的大碗菜，3樣裡任挑2樣，冒尖的大海碗只要4文錢，只要4文錢，4文錢，4文錢，買不了吃虧，也買不了上當，走過路過不要錯過。施雁行才吆喝幾聲，就見道路盡頭呼啦啦跑來幾個人。哎呀，我今兒還是頭菜吧。還有那個肉片溜白菜，第二個呀換成豬油蘿蔔粉條，再要2熱炊餅，先給我一個，另一個放着，吃完再拿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劉大娘眉開眼笑啊，趕緊取了一個給他。見路上幾名行人好奇地往這邊看，嘗到甜頭的他竟然主動幫忙招呼起來。熱乎乎的大碗菜嘞，乾淨又好吃，才4文錢就2個肉菜，這些可都是回頭客，來嘗嘗吧。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的，你呢不招呼，客人路過門前也就是路過了，但你要喊幾嗓子，哎，有的人就覺得不好意思。那要不過來瞧瞧？新來的一個人驚喜道：“哎，這個倒是不錯哎，還真是熱菜呢。這些都是4文錢，肉雖然少，但確實有。2個4文。”於震，伸出2根短短的小手指，奶聲奶氣。昨兒姐姐和娘說了好幾遍，她都記住了呢。喲，還帶着個孩子呢。幾人驚訝，見於震乖巧可愛，便出言逗弄，說了幾句之後，更不好意思地走了。要不咱就在這兒吃點兒，反正也不貴。哎，行，去哪兒不是吃啊？哎，咱們去吃碗素麵，一滴油沒有，都要2文錢呢。那邊老張狠狠扒了幾口蘿蔔，又吸溜吸溜粉條，覺得這玩意兒吸飽了混着豬油的湯汁，鹹甜適口，簡直比菜還好吃。哎呦，美得直點頭。也不知道這小娘子家裡怎麼做的呀，粉絲泡了湯水，竟然也沒囔，反而還挺彈牙的。老張指着狗子笑道：“這小子昨兒吃美了，今天呢還沒下工呢，就念叨着要來吃大碗菜了。”眾人紛紛發出善意的哄笑，那臊的狗子面紅耳赤。你小子簡直比個大姑娘還靦腆啊！如今說幾句就這樣，以後娶媳婦還了得？眾人笑得越發大聲，狗子臉上紅得嘞，像是要滴下血。我家裡啊也種了幾顆豆角，每年夏天呢吃都吃不完，簡直看都想吐了。可小娘子你手藝好啊，竟別有一番風味，真了不得呀！大家伙兒喜歡就好了，若吃得好了，還得勞煩諸位幫忙告訴旁人去。這沒得說。昨兒啊，我跟車馬行的幾個同鄉還講呢，他們呢饞得了不得呀。哎呦，說曹操啊，曹操到了，那不是？好你個老張啊，這是夥同外人訛我呀！那是黃兵，看着不像好人，其實啊很仗義。若有什麼事啊，找他好使。別聽他胡沁啊，不過是給人幹活的，能有什麼本事啊？小娘子，若要3個菜，可怎麼算呢？您這樣照顧我們生意，3個菜便算作5文吧。那邊老張等人不幹了，半開玩笑半認真。我們咋沒這麼好啊？幾位大哥叔叔伯伯們也沒問呢。罷了罷了，我看你們都是2個菜，一碗3個菜是怎麼分的？便給我整一碗這個豆餃子，剩下2個再拼一碗吧。天氣晴好，中午的日照很充足，曬得人身上暖洋洋的。黃兵等人結結實實扒了熱菜熱飯，那身上逼出一層薄汗來，對着細風這麼一吹，大嘆暢快。
諸位，洗洗吧。昨天晚上他仔細想了一回，客人们端着碗吃饭，难免弄得手和嘴上都是油，况且他们娘儿几个也忙得出汗，若是边上有水洗一洗，就会很方便。小娘子端得细致，既如此，就洗一回。说罢，纷纷上前接过勺子，果然舀水洗手。那邊狗子胡亂站了一遍要走，忽然覺得腿上有些阻力。糟，娘和姐姐都說人要乾乾淨淨的，可這個哥哥卻不是，羞臉。我洗了，你剛才沒看見？瞧瞧，你小子自己平時大大咧咧的，如今竟被個奶娃娃笑話啊！兩位爺，我們來了兩日呢，怎麼不見有衙役巡街呢？嘿嘿，我們算哪個牌面的貨呀？不過是賣苦力的罷了，怎麼好稱爺呢？若小娘子不嫌棄，老張老黃胡亂叫也就罷了。那當然不能這麼叫了。既如此，我就喊兩位叔叔了。你年紀小，又是頭回出來，想必不知道啊。咱們鎮上啊，雖然有幾個衙役，可整日無事，也不過每天早晚出來走走過場罷了。平時啊，都在東大街的屋子裡躲清閒呢。哦，原來如此啊！來之前我還跟娘說，衙役聽起來就威風，萬一碰見了，怪嚇人的呢。說的是啊，那幾個老拉着臉，看着確實夠唬人的。嘿，少嚇唬小姑娘了啊！小娘子莫怕，不過都是兩隻眼睛一張嘴罷了。他們雖不大和氣，處事也還算公正。只要咱們不違法亂紀，怕什麼呢？不和氣，還算公正。那衙役人數應該在3人以上。施雁行面上笑着，心裡卻已飛快地把有用的信息篩選出來。今兒個菜準備的多，來的人也多，最後還是有幾個沒吃上的。姜回很高興，又後悔今天沒有再多備些。施雁行笑：哪有這麼正好的事呢？供不應求總比剩下好。那倒也是。姜回一琢磨，也就丟開手不想了。今天賣了30份，一共是120文錢，塞在包裡沉甸甸的，很有些體氣。姜回喜滋滋摸了好幾遍。這麼大一包，咱們娘兒幾個帶回去，怕是不大穩妥，而且也笨拙。倒不如就去那邊的銀號換成幾分的銀子，輕巧不扎眼。不錯，這是個好主意。你想得真周到。你今兒怎麼特意問起衙役來了？一直到上了大路，前後無人，施雁行才說了自己的打算。照目前來看，那幾個衙役就是這鎮上的天。若咱們日後買賣做大了，少不了和衙門打交道，不如提前幾個善緣。況且如今咱們的大碗菜越賣越好了，我琢磨着，要不了幾日就會有同行出現。若對方厚道還好，若品行不端，早晚要起衝突。這會不會太早了些啊？不早，要未雨綢繆。說白了就找個靠山啊！現在提前交好，日後遇到事兒也方便開口。你要不然事到臨頭你再抱佛腳，那怎麼能成？這都是他上輩子創業途中跌跌撞撞摸出來的血淚經驗吶。哎呀，可如何交好呢？咱們也送不起什麼太貴重的東西啊。這個不急，先認識了，慢慢再來。若不認識，上來就送東西，又暫時沒有事要辦，人家也不敢要啊。好的開端就是成功的一半，先混個臉熟，搞個好印象，剩下的就好辦了。那幾個衙役眼下雖然在鎮上，但畢竟是縣衙的人，就有回去的可能。若他們回去，這就是咱們在縣衙的人脈，結識於微末，關係更牢靠。日後去了事半功倍，即便回不去，也可以通過他們結識縣衙的人，總比咱們沒頭沒腦閉着眼睛瞎撞強。縣城，今兒才是賣大碗菜的第3天，就在想去縣裡的事兒了。這生意真能做到縣城嗎？如果能，會是怎樣一番光景啊？這拖家帶口的去哪兒來着？昨兒午後我們就找你們來着，結果不在。沒成想啊，今兒敲門也沒人應。這家裡也沒個進項，這幾日啊，就琢磨着去鎮上賣點吃食，故而不在。哎呀，這2日我們在家裡忙着做被做棉襖，也沒得空過來，不然好歹也能搭把手。可還有本錢啊？有的有的，多謝掛念啊。豆嬸兒可是遇到什麼事了？瞧着臉色不大好。嗨，別提了，正要跟你們說這事兒呢。哎呦，可煩死我了！他都巴巴2天了。哎呦，瞧你這鬱悶樣，
到底是怎么了？村里来了贩卖私盐的了，正好你们要做买卖，要不要买些？什么价呀？25文一斤。早知道当时就不那么心急了，但凡多等2天，同樣的價格都能買2斤了。吃虧，忒吃虧了。這可是將近1半了，如此實惠，朝廷怎麼可能進得了？他這2日就在村口那間破屋裡貓着，你們若是要，我這就叫他送過來。這是村長知道嗎？嗨，村裡來了外人，他老人家怎麼可能不知道？真是上下一心了。想來也是，村長也是人，是人就得吃飯，吃飯就得放鹽，誰家手頭也不寬裕，能省點就是點。江回卻不大願意有陌生人來自己家，一來是不習慣，二來家裡沒有高大健壯的男人。你想啊，萬一那鹽販子見屋子裡只有他們母女3人，起了歹心，那怎麼辦？左右沒幾步路，還是我們過去吧。小余震也是累狠了，腦袋一沾枕頭就睡得人事不省。都是上好的鹽，比起咱們日常吃的官鹽也不差什麼了。確實不錯，雖略淡些，但沒有怪味兒。是吧？有時候官鹽還不如我們的好呢，這可是外面難見的好貨，極純。一共有多少？既然是好東西，不如多買些，買到就是賺到。我這裡還有11斤，若是你們要的多，我還可以叫兄弟們再送，2天之內湊出200斤不成問題。打擾了。晚上睡覺的時候，江回翻來覆去，把今天賺的碎銀子在燈底下看過來看過去，笑眯眯的，好像怎麼都看不膩。石彥行就想笑，你也不是沒見過銀子，怎麼這點反倒稀罕上了？這個不一樣。這怎麼能一樣呢？那鐲子是他拼命想要忘卻，卻始終不能擺脫的噩夢。但是這一粒碎銀子卻是他親手賺來的，是通往新生的鋪路石。這麼喜歡你就留起來，咱們不動就是了。可當真？那咱們日後花什麼呢？我還真想留下做紀念。這算什麼？你信不信？以後1天賺的銀子就讓你數都數不完。我信。家裡的菜也不多了，蛋也沒有了。石彥行和江回商議過後，決定先問問郭家姐妹。桂香和豆子一聽，歡喜異常。哎呦，這可叫我們賺了便宜了。最終雙方定為雞蛋4文錢6個，和外頭收的定價是一樣的，但是必須新鮮，隨時都收，湊夠3個6個就能送過來。各色瓜菜也便宜，幾文錢一大筐。豆子的婆婆知道了，親自挑了一大筐好的絲瓜、菠菜送過來。都是自己胡亂種的，這哪好收錢呢？江回硬塞了錢，倒把個老太太臊得面紅耳赤。日後若再收，一定挑最好的，難為人家孤兒寡母操持點營生不容易，有這等好事兒，先想着咱們。嗨，這還用您老說？我們豈是那等不知好歹的？哎呦，小乖乖，這是怎麼了？哎呀，江回嘆了口氣，三言兩語地說了。劉大娘見他眼睛也有些發紅，這分明是哭過，她跟着嘆氣。唉，可不是嘛，兒女就是娘身上掉下來的肉，一會兒不見就想得慌。唉，不怕你們笑話，老婆子我這麼大年紀了，要不是沒法子，也不捨得離家呢。是啊，您老也怪不容易的。我男人死得早，倒是有個兒子，又娶了房媳婦兒，生了孫子。原本倒也過得去，奈何前些年兒子出門做活摔了一跤，下半身不能動了。如今托你們的福，沒人能剩幾個錢兒，都好了。哎呀，兒子兒媳有了笑模樣，每天蒸炊餅也有幹勁兒了。哭着哭着，他忽然又笑了，被曬得黑紅且滿是褶皺的老臉上流露出滿足和幸福。江回也跟着笑，緩緩吐了口氣。
會更好的。第一個跑過來的還是幹飯先鋒老張，這廝熟練的拿了碗，探頭往桶子裡一看，今天有新菜啊！是呢，换了2个，一個肉末土豆茄子，一個菠菜炒蛋，都是新鮮的。那就要這2個新的。紫色的茄子，黃色的土豆，醬紅色的肉末，還有那翠綠的菠菜，金黃的炒蛋，那麼多顏色都浸滿了油亮，在日頭影下泛着油潤的光。哎呀，老張沒念過書啊，不知道該怎麼形容，他反正就覺得就好看。茄子條細膩，土豆軟嫩，含着夾在裡頭的肉末，格外的過癮。老張吃的次數多了，無師自通許多新方法，比如說將這熱炊餅掰開，往裡頭狠狠塞一大筷子菜，這湯汁浸潤了炊餅，更添風味，還一點不浪費呢。他腸胃不好，家裡人也看得開，幾乎天天都來吃。老張，你天天這麼吃，是不過日子了？你們懂什麼呀？我這才叫過日子呢，吃得舒坦了，幹活又快又多，精神頭也好啊。不然都跟你們似的，3天2頭犯病，又悟空又吃藥的，花的比我還多呢。眾人一聽，哎，你別說，還真是這麼個理兒，可還是捨不得花錢。喲，皇叔來了！施雁行轉過去一看，哎，大客戶。那邊江回罕見的主動過來問好。黃大爺，我們想買頭牲口，您看。挑牲口那是門大學問，總有那麼些個奸商把老弱病殘的牲口偽裝成好的，你買的時候吧不覺得什麼，可回家養不了多久，嘎嘣死了。哎呀，這事啊，你們找老黃還真找對了，他相看牲口啊，那是一絕呀。哎呀，先給我來2碗菜，1碗茄子，1碗土豆。至於牲口，買牲口才是正辦。你們娘們幾個也不能老這麼找啊。是買來做這個買賣，還是別的什麼？哦，就是這個。那買騾子吧。那得多少錢呢？照如今這個行情啊，少說也得4兩。這樣，明天就是大吉，你們有空早點來，先在市面上問問。不過他們看你們是女的，又年輕，不懂行，少不得蒙騙。先轉一圈吧，心裡有個譜。晌午的時候，我再帶你們走一走。菜飯。好。小米本身就足夠的香，只是這香好像有些單調，如今加入了南瓜肉，那就仿佛分出了層次，越發的完整。施雁行痛痛快快喝了一大碗南瓜小米粥，意猶未盡。南瓜實在是好東西，回頭咱們可以買點蜂蜜和糖，加了豬油做南瓜發糕吃，紅棗的也好吃。哇，好吃！是啊，那得多香啊！他一邊說，那邊一大一小就偷摸咽口水，十分的饞。用完早飯，於震吧嗒吧嗒跟着往外走，走到一半又站住。車，今天沒有推車啊？對啊，咱們今天啊不做買賣，咱們去趕集買大牲口好不好？這麼點大的豆丁，知道啥叫大牲口啊？果然，於震只聽清並記住了2個字兒：趕集。賺錢呀，人怎麼能老想着玩呢？這小財迷。經過上次那幾個潑皮出沒的路段時，江回雖然沒說什麼，可是腳步明顯加快，可見還是有些怕的。施雁行就想着，無論如何這牲口都得盡快的買成，不行很容易遭圍堵。若是有牲口駕車，那就不一樣了。敢堵我，直接衝過去，我要不死你！稍後到了集市，臭。等買了咱們自家的，就把它收拾得乾乾淨淨的，好不好？於震的小臉皺皺巴巴，點點頭。他一抬頭就和一頭牛犢子對了眼，那小牛犢看樣子還沒出生多久，2隻大眼睛格外的水靈，裡面裝滿了好奇。不管是誰看過來，都顛吧顛湊上去。2個不同物種的小崽子，大眼瞪大眼，哼，終究是牛犢子的眼更大。於震敗下陣來。牛犢子用毛茸茸的腦袋輕輕頂了他一下，施雁行忍不住也上手摸了摸。果然不管什麼動物小時候都很可愛。哦，
除了蚊子、老鼠、蒼蝇、蟑螂、蛇、蜥蜴。骡子、驴子和牛是民间最普及的3种牲畜，卖的也最多，几乎走几步就能看见。这要是落到骡子眼里，咱们人是不是也一个模样？那边那头看着不错。江回这会儿早就挑花眼了，正为难呢。听施艳行这么一说，满口应下来，马上走过去看，又问价。那牲口贩子听见问，却先不回答，只拿2只3角眼儿往他们身后去，确認沒有男人跟着，又打量他們幾眼，這才獅子大開口：娘子眼光不錯呀，這正是上好的大金騾，最是膘肥體壯，耐力驚人，只要纹銀7兩。你還真敢要？若再狠狠心，都夠買頭牛了。能不能進前看看？哼，一個丫頭片子而已，會看什麼呀？不過裝模作樣罷了。行啊，看吧，被踢着了可別哭啊。若真傷了人，就不是哭不哭的事了，少不得報了官，叫差爺們來主持公道。嘿呦，眾人原本見她嬌滴滴一個年輕婦人，美豔豔3分動人姿色，抱着小的帶着大的往那牲畜市場上扎，非常顯眼。我剛才幹什麼了？剛才那真是我。方驢子，聽見了吧？當心拉你去見官。好家伙，沒想到竟是個烈貨。方驢子被眾人笑了一回，面子上有些掛不住，微微帶了幾分羞惱。就是了，方才說話的就是我，憑什麼呢？分明我們也是正經想買牲口的，可打從一開始過來就沒有人正眼瞧，如今認真問起來也都是愛答不理，那臉上眼底明晃晃的寫了輕視和敷衍，憑什麼這麼對我們？嗯，難不成還是個行家？看完之後，施艷行沒急着說話，一直熬到方驢子沉不住氣，追問：小娘子覺得怎麼樣啊？看小娘子也是行家，咱們能做成買賣也算是緣分，不如我主動退一步，6兩半如何呀？哎，別走啊，不適合再談的呀。切，才開市呢，時間早得很，且不必着急，沒準什麼時候就碰見冤大頭，7、8兩賣出去了呢。那騾子不好嗎？其實我覺得還不錯，只是他明顯不着急賣，咱們就這麼講的話，講不下來多少的，不如等等黃爺。娘兒仨在集市上逛起來，約摸着黃兵下了工，便往那車馬行的方向走。果然遠遠瞧見他正往這邊過來，兩邊順利會師。黃兵問起他們的收穫，施艷行一一說了。哎呀，你小姑娘家家的眼睛倒是利呀。那方驢的人品確實不太好，但是手底下過的牲口個頂個不錯。既然如此，咱們就去看看。黃爺，今兒個陪親戚買頭騾子，幾位貴客同我玩笑呢，這豈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嗎？早說是黃爺的親戚，我哪敢賺您1文錢呢？之前老張說有事找黃兵好使，施艷行他們卻不知道到底有多好使。哼，現在見着了。果然好使，至少在牲口圈裡好使。黃兵問了剛才施艷行看過的騾子，笑了笑。眼光不錯，就他吧，4兩。黃爺，您老不能這麼着啊！這騾子光配種就花了好大功夫，我又辛辛苦苦拉扯到大，中間耗費的人力物力，多少補給我些個呀？還是你拉扯大，感情是當騾子娘了。4兩半，成就成，不成，你也賣不出比這個更高的價來。罷了罷了，只當我為方才的事兒給幾位賠不是了，咱們和氣生財。日後若想再要牲口，多來照顧我的生意就是了。謝謝皇叔，可真是太感謝您了。謝謝。我倒是不圖什麼回報，孤兒寡母的賺點辛苦錢不容易，不過身把手的事兒也算積德了。江回要給謝銀，黃兵死活不要。倒是施艷行趁着他們推拉的空檔，跑到街邊點心鋪子，包了桃酥、綠豆糕、風乾桃條和麵棋子4色點心。皇叔，知道您不缺這些，回頭給嬸子和孩子們填個嘴，多少也是個意思，不然就真是叫我們過意不去了。